我现在面前的是索尼刚刚发布的入耳式主动降噪耳机 WF-1000XM5， 每次念这个名字，总想笑，是内心的喜悦。依然是环保材料，大家可以看一下，采用这种竹子和纸质的外壳，从这儿给它撕开，这怎么撕啊？这样吗？当当，依然是环保的小纸贴。耳机先拿出来放在一边，然后我们看一下下方啊，新增了一个 SS 的超小号的耳塞，短短的小充电线，有一点点米白色啊，这里有一个金色的索尼 logo。耳机的体积好像也比上一代小了不少，待会儿我回头给大家对比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色版本啊，今年这个黑色的蛮好看啊，磨砂的这种质感，去年那个好像相比之下略显油腻。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位置是磨砂的，这个位置是亮面的，能看到吗？这个是白色，这个是黑色。当然了，我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白色。今天的视频我会从外观、舒适、声音、交互4个方面来把这颗降噪豆各种细节讲透。我们先说外观啊，外观上看上去最大的改变其实是变小了，耳机盒减薄了大概1/3左右吧，棱角都改成了曲线，灯带都改成了光点，盒盖内部增大磨砂质感去降低反光，耳机盒后方增加了一个配对按钮，终于支持按钮配对了啊！前代也就是第4代，它的配对方式呢还比较中二，我都不太好意思演示，就是你佩戴耳机之后，两手摁住耳机，同时喊出索尼耳机配对儿啊，没有这句口号啊，但是需要摆出一个这种中二的姿势的。现在你只需要摁后盖上那个按钮就可以实现配对了。4代的取出耳机的时候呢，它的重心比较低，同时磁铁吸得比较紧，你不容易发力给它取出。而在5代降噪豆上重新设计，巧用杠杆原理啊。4代的耳机强力磁铁非常的强，它上面露出的这个部分呢是个半球，导致你抓住的时候其实不那么好施力，加上它底下的磁铁其实非常强，每次拿出去的时候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第5代的降噪豆，它侧面有一个虚位，就是如果我把这个耳机轻轻往右侧一推，大家看非常小的一个力道，往右一推，这个耳机就从磁极上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再手指这么一捏一推，然后拿出来，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像是苹果 MagSafe 那个，就你正着拔是拔不下来的，但是你往旁边一侧推，就很轻松了。5代这个降噪豆整体小了一圈，真的更接近一枚豆子了啊！除了减重轻盈之外，把外靠的重心也移回到了耳机之内。4代的外壳外侧是拼接而成的，而5代则是一体成型。降噪麦克风呢也改成了网格设计，减少灰尘存积。耳机本体改成了光面塑料，更加闪亮。最神奇的是5代的降噪豆在体积缩小、重量减轻的前提下，续航不变，而且充电更快了。与传统的黑色外观相比呢，这个铂金银依然是我优先推荐的选择。3个原因，第一就是索尼这个颜色呢，它是偏沙子或者说星光那种白色之中带有一点点米色的配搭，柔和细腻。第二，白色外壳抗油污能力更强，黑色无论是外壳还是耳机都很容易沾染油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款它的耳塞抗油污能力非常的强。会有人耳朵一点都不出油吗？在这里我画下重点啊，耳塞不能用水洗，也不能用酒精去擦拭，一旦耳塞上沾染油污，那黑色清理起来就要更花费心思，白色就省心太多了。有一点我要着重表扬一下，就是5代它的降噪豆全部采用的是可回收可循环的塑料，很环保很棒棒。外观总结一句话，5代除了你一眼能看出这是一个索尼降噪豆之外，其他的设计全部洗牌重来。第二部分我们来聊聊舒适，除了耳机重心位置更合理之外，这次有一个非常不起眼但非常实用的升级，就是索尼悄悄调整了耳塞的形状。对比4代啊，耳塞前端明显变窄，那塞入耳朵的时候就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同时索尼升级了耳塞的材料，捏紧这2个耳塞，然后同时松手，大家注意看它们的回弹速度啊，能看到吗？4代的耳塞迅速就回弹回去了，而5代的耳塞呢更柔软更细腻，它是慢慢的，看到了吗？慢慢的舒展回来的，佩戴起来呢确实舒服了不少。当然了，这个舒适呢它是相对于4代来说的。降噪豆它本身的海绵耳塞柔软有弹性，气密性降噪能力都拉满，但是相应的代价就是我每次长时间佩戴之后，就把耳机拿出来的时候啊，都会配合一个这种就是有一点红酒开瓶开那个木塞的那种感觉。实际测试连续佩戴1小时之内是没有问题的，超过1小时之后呢会产生轻微的不适感，超过2小时会产生疼痛感，这个时候就需要摘下来休息一会儿了。除了优化了入耳的舒适度，5代还新增了一个 SS 号超小的耳塞， SS 号耳塞倾斜角度要更大一些，所以无论你是大耳朵还是有一个小耳朵，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耳塞。这里有一个隐藏的玩法，就是如果你在一些场景下你并不需要那么强的降噪能力，你只希望可以尽可能长时间的
去舒适佩戴。那么你也可以把耳塞调到 SS， 就是最小那个号。我自己实际测试了一下，换到 SS 号之后，佩戴依然稳定，然后连续使用超过2个小时都不会感觉到耳朵疼痛。但是呢，它的降噪能力肯定要减弱，所以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来自由的选择。第3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声音。这一次不光是设计洗牌，硬件也是全面对料，从前一代4代的单芯片升级到5代的双芯片，从前一代的双麦克风升级到这一代的6麦克风，从前一代的6毫米驱动单元升级到这一代的8.4毫米驱动单元。你很难想象这个耳机如何在一个变小的情况下，所有硬件全升级了。音质方面的真实感受啊，声场比前代要更宽广，人声、背景声区隔更明显。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第二个感受呢是低音轰头没有前代那么强了。第3个提升就是人声细节的丰富程度。酒是滚烫的乐章，是滚烫的乐章。你已经给过，就不算遗憾。你已经给过，就不算遗憾。我们接下来说说降噪。索尼降噪豆一直代表着行业顶级的降噪水准。这次6麦克风配备双芯片，我们直接就看疗效。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直观的降噪感受。高铁场景，我认为也是降噪耳机最佳的使用场景之一。列车的噪音大概在62分贝左右，开启降噪效果是这样的。地铁对于很多每天通勤上班的同学，对吧？一定是个很常见的场景。飞机噪音，降噪耳机其实被发明出来最初就是为了应对飞机上的噪音。曹操的咖啡馆。都知道索尼降噪好，但是5代到底好在哪儿？我还测试了我一个个人其实非常关注的通透模式，索尼上叫做环境音，就是透传，这也是戴耳机的状态下你对周围环境感知的一个真切程度。实际测试和上代水平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啊，这个没有特别大的提升。大家现在听到的，我使用第5代降噪豆，然后使用环境音，就是透传模式。去说话的一个效果。索尼本身依然也有智能免摘啊、关注语音啊这些技术，去帮助用户在降噪和透传之间进行更好的切换。但是目前索尼的透传模式和它自己的降噪能力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如果大家追求通透模式，可能我之前评测过索尼的另一款耳机更适合，就是那个 Link Buzz， 就那个耳机中间有个窟窿，真正的通透啊，物理意义上的。5代的降噪豆还新增了个性化的均衡器，是根据你自己的实际听感，一步一步选择出自己的调音，这有一点点像那个心理测验题啊，就是第1题选 C， 你就跳到后边第5题；你如果第1题选 B， 你就后边跳到第7题，就那种感觉。说完了外观、舒适和音质，最后我们来聊一下交互。降噪豆和其他耳机在佩戴上有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拿到耳机直接塞到耳朵里，通常你会觉得这个耳机好像不太稳定啊，随时要掉出来，这是因为你没有佩戴正确。正确的佩戴方式是你首先需要塞入耳机，然后向下旋转，让耳骨去托住耳机，从而实现贴合更稳定，这样声音也能够更准确的对准你的耳道。在操作上，左耳轻处是降噪透传之间的切换，右耳轻处呢是音乐播放暂停的切换。这些操作和4代基本保持一致。然后如果你按4下，
是升高音量。这一次有一个战略思路大升级，就是头部追踪。哇，第5代降噪豆，索尼终于开始支持通过耳机内置的陀螺仪去识别你的头部旋转动作了。2个全新的使用场景，第一个就是当你佩戴耳机的时候，比如说你收到电话，可以通过点头、摇头来实现接听挂断。如果我接到一个电话，这是我摇头，看了吗？就给挂断了。如果我点头，看了吗？就接通了。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功能很鸡肋，没想到就在测试的这2天中午啊，有一天正在吃那个麦乐鸡块，我还手里还拿着鸡块，还蘸着酱，突然耳机传来有电话打过来啊！当时那个场景我真的不适合用手去接听，因为手特油，还有那个酱，然后我当时就急中生智，通过点头去接听，真的就把电话接通了。结果发现是个诈骗电话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小问题，它呢是支持点头接听的，但是接通之后它就不支持摇头挂断了。所以当我知道是诈骗电话之后，我就在这摇头，但它一直不挂断，然后我就一句话不说啊，骗子看我不说话，他给挂了。就这么多年，我第一次遇到骗子主动挂电话的。索尼可以再优化一下，就是你接听电话之后，头部的姿势依然可以使用啊。第2个场景呢，则是索尼把头部追踪和自家的360临场音效结合在了一起，实际体验和苹果的那个空间音频头部追踪有点像啊，但是细节上呢又有些不同。首先进入索尼精选 HiRes 音乐的 App， 找到360临场音效，这里的音乐就超越了左右声道的限制，变成了一个球形声场。这个 App 会员呢就比较贵一些啊，1个月要100多块钱啊，你就拍着胸脯问问自己，你是否是真的爱音乐？在这里我需要说明，其实360临场音效前代第4代也支持，这一次5代的升级是它支持了360下的头部追踪。我自己的一个使用感受，比如说我听那些年，你能够明显感受到，就是歌手他是在你面前。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空间音频的版本啊，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出自己手机里的音乐软件听一听，就是第58秒左右的那个和声是几乎和主唱那个声音糊在一起的。没有空间的效果，就是糊在一起的。几个细节需要说明。首先，目前头部追踪它只能通过索尼的手机来实现。第二，目前头部追踪只能通过索尼手机里的这款应用来实现。第三，索尼头部追踪音频格式呢并不是杜比全景声，所以和杜比全景声不兼容。但是呢，以后也说不定能不能再兼容杜比全景声啊？我觉得头部追踪是一项可能决定未来的技术，它不仅可以带来耳机上更宽广的声场，也可以在虚拟现实的体验中更精准的定位，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次苹果的 Vision Pro 这个空间音频其实就是用的耳机的技术，所以降噪豆5它的头部追踪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开始，一个序章。假如有一天索尼把360度这种环绕音源它的问题搞定了，那么5代可能会彻底开放临场音效，但是4代应该就基本无缘了。以上就是索尼降噪豆5的4大板块全部体验反馈，希望看完我的视频能够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是一款怎样的耳机。其实拿到耳机之前，索尼告诉我说这一代巨大革新。拿到耳机之后我还不以为然，我说这不就是体积变小一点的吗？但是使用几天时间，挖掘出了一大堆细节，我大概才理解了索尼的意思。其实体积变小恰恰是这一代耳机最小的一个改变。这一代洗牌是从外观设计到内部构造，从硬件堆料到耳机降噪，从耳塞细节到临场音效，最大的不同恰恰是处处皆不同。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朱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